赖清德喊话了哈，说你们朝野要支持我们中央政府总预算，我们再跟你们讨论财政收支划分法。所以我刚刚讲的扎到痛处嘛，我刚没看他讲这段哦，你们先背个还有中央总预算，他就要跟你谈财划法了，不是这样子吗？他先说你先通过，我再讨论呢。通过怎样？告诉你先给我通过，我才谈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包括国防预算，包括韧性预算。预算是谁的？是你的，你执政党的，通不过是谁的责任？你的责任怎么是我的呢？搞清楚啊！谁在执政啊？谁在负责啊？我再讲一次，苏贞昌在屏东县当县长的时候，他做得很认真啊，但是跟议会搞不好，跟记者搞不好，就选举就有问题了。后来到新北来，对议会多好，对记者多好，哇，大家都说他好。这是你执政者的责任吗？你搞清楚，施信中那在新竹市也是跟这个搞不好，跟那个搞不好，他下场好吗？赵先生状况是这样，因为赖清德当初跟台南市议会硬干，我知道，他照样往上走啊，所以他没有学到教训嘛。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台南市议会是因为他们找了李全教做个理由了，这样。对。而且你现在是全台湾、全国，不是只是一个台南市啊。而且你现在台南市为什么这个陈亭妃民调那么高？为什么？大家不知道林俊彦跟你好吗？好吧，这个卓荣泰说，蓝白在宪法体制里好好谈，总会谈出国家该走的正常道路。奇怪了，蓝白原来有不谈吗？你们也有不谈吗？什么叫做在宪法体制里好好谈？宪法体制是你定义的吗？什么叫宪法体制？是你定义的吗？好吧，行政院说呢，如果法案违反他的3个原则了，违反权力分立、破坏民主程序、施行后对国家发展造成无可回复的重大危害的时候，就以不附属守护宪法。而且还不是只有预算法哦，以后其他都是这样子哦。那谁定义破坏民主程度是？这个所谓程序民主程序是谁定义？是你定义吗？你说破坏民主程序就破坏民主程序吗？对不对？那我还说你现在宪法不附属，是你破坏民主程序了，你是民主叛变了。哦，什么叫对国家发展造成无可回复的重大危害？这是谁定义的？那另外呢，不附属财政划分法再推国安法的修正案，行政院说没有特定时机点的问题，我爱什么时候提就什么时候提。那这个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说，不附属不是我们的目的了，是希望朝野坐下来谈。我就不懂，好像说朝野不愿意坐下来谈，奇怪呢。他可能是说韩国瑜不是他那个茶会，韩国瑜那个茶会不是朝野，那是五院之间的事情呢。你朝野是你民进党、民众党、国民党要大家坐下来协商，这才叫朝野坐下来谈嘛，对不对？那有不坐下来谈吗？这不很奇怪吗？你意思好像说，因为朝野不坐下来谈，所以不附属，听起来很奇怪啊。哦，所以呢，现在民众党说要上街抗议，那国民党的这个党团书记长卢志祥说，国民党也不排除任何可能，什么可能都有。我们看一下。明年度总预算3.3兆，现在1页都还没翻开。如果继续被搁置，中央政府明年只能拿到约60%的法定拨补，新兴计划预算1毛都拿不到。逐回计算，明年新兴计划约1000亿，和经常性延续计划超过1000亿，像是 AI 新10大建设、T-Pass 生育补助，共高达2000亿受影响。国会通过的事情，他可以完全不执行，完全按照他的喜好来领导一个国家。我想这个不只是完全毁坏了我们的国家，而且等于废除了中华民国的宪法。总预算持续搁置，连国防特别预算1.25兆也别想复委审查，朝野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卓两人不附属才划法。不附属已经有多人提到，它就是一个手刹车，它是在刹车系统失灵的时候一个紧急的装置。赖卓两人全面向立院开战，但僵局拖得越久，最终吃亏的并非蓝白。蓝轩。我觉得现在非常讽刺的是，12月25号快到了嘛，这个12月25号是那么多年以来呢，第一次我们要真正的放假，而且呢，纪念的不是耶诞节，纪念的呢是行宪纪念日。行宪纪念日，我们现在应该纪念一个毁宪纪念日吧？你就在一个行宪纪念日即将要被庆祝、会去被纪念的一个同时，竟然做出这种真的是毁宪乱政的一个状况，我真的觉得对民进党来说，
我们刚刚也大家都讲了，这个其实已经不只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宪法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好懂哦，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经常把一些不是那么好懂的，比方说预算也是一样，就不是那么容易清楚的知道，包括财法法也是，所以他就很容易呢去这个上下其手的去扭曲整个的意思啊。但是你再怎么样子觉得不好容易懂，但是我们这段时间也不断的透过这个法条、宪法小教室告诉大家说呢，什么叫做附属权，什么叫做倒阁权，什么叫做你到底有没有权利去不执行法律。所以我们刚刚讲得非常清楚了，你没有权利去不执行法律，除非你去复议。但如果你复议没有通过的话，那么就只有一途，那就是你必须要去执行。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很明显的财划法就是经过你复议，而且被否决的一个案件，所以你没有任何不附属的空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他的案件如果没有复议的话，有没有不附属的空间？可能有，好，但是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些部分的话呢，必须要你看这个宪法自由条文第2之2，它就告诉你说，真正可以不附属的呢，就是一些相关的人事命令，也就是大家常常提到的34年前郝柏村跟蒋仲林那个案子，所以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并不在你可以不附属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这边都是宪法讲到的，但是问题是他们不跟你谈宪法，好，那不跟你谈宪法很简单，那我们谈人吧。我刚刚也有人提到，就是好，这柯建铭，大家知道柯建铭对民进党来说是万年党鞭，对于民进党的这个政策捍卫到极点，大家都知道。王金平其实跟绿营也还蛮熟的，而且他更是立法院里面公道伯，他在这个立法院待了30几年。这两个是蓝绿各自在立法院里面的，你说这个土地公好了啊，他们两个都同时的告诉大家说，没有复议的，没有这个不附属的空间，就是甚至王金平说这是一个。你附属是行政院长的义务，是你的责任，所以怎么可能不附属呢？啊，所以对于这个柯建铭来说也是一样，还包括林卓水。林卓水的话呢，是民进党内的台独的导师，也是宪法大师，他去学法律的，他也告诉你说这个部分没有人这个样子，不可思议哦。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这些人啊，你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法律，但是你至少熟悉这些人立场，照理来说其实不至于会去反对民进党哦，刚刚更不用讲说王世坚了，所以我觉得当这些事情你都会发现到，连他们自己的人都已经忍无可忍的时候，其他人只是禁不作声的时候，还要这样子横财入灶吗？所以某个程度来看，我觉得很荒谬的地方就在于说，你几乎是没收了立法权，不是吗？我们今天立法院是人民选出来的立法院，而且坦白讲，这个立法院目前来讲，这个在野党之所以是多数，因为老百姓相对来说，他宁愿选出在野党，信任在野党。所以你民进党是双少数，你总统也少数，你在立法院也是少数，所以这样的状况，你可以去没收立法权，你几乎还可以去封杀立法院，所以你几乎是不可想象。所以我真的觉得，对于赖清德跟卓荣泰来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想象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明年的选举，他为了为明年的选举去添柴火也好，增加可能的一些隐性，现在开始去铺陈，现在开始去暖身，而且呢，他这样子也是为了他接下来，搞不好如果说你真的倒阁，那就刚刚好嘛，大罢免2.0。只是我觉得说，民进党到底有没有真的把国家、把人民放在心里面？对你来说，你就是要一路选到立法院归你的，你才开心吗？那问题是，新年大罢免已经试过一次了，不是吗？大家也让你去玩了半年的时间了，你就是没有过嘛？对不对？你就是零嘛，你就是鸭蛋零嘛。过去民进党很多的一些政治抗争里面还没有说挂鸭蛋的，我觉得那么一次就明明告诉你，没有一个地方认为有道理去罢免。我觉得都已经到那么清楚的民意了，你还去漠视民意，你还是硬是要搞一个你来倒阁嘛，我就来解散国会，我们就来再选一次，我们到底要选几次？就是我们到底要选几次，赖清德才觉得说这叫民意？所以我觉得这不叫一人独裁，叫什么呢？就算是倒阁重选，民进党也不会赢啦。大罢免就是最好的。大罢免的时候，民进党真的以为会罢掉很多人呢。大罢免大成功，他罢掉人以后，他就觉得立法院我就独罢了，对不对？就这个完全执政了，就没想到一席都没罢掉啊！哦，那连高虹安都讲嘛，那时候在新竹到处贴高虹安是这个贪污犯呢，就连高虹安都罢不掉啊！就人同此心嘛，你约再重选你会赢，而且再重选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蓝白千万记住我讲的3不：不倒阁、不重选、不上当。为什么？你倒有什么意思？我现在倒了阁以后，重选以后，就算我还是这个多数，他照样可以把这个卓荣泰再继续任命行政院长，你又怎样？而且他爱任命谁就任命谁，也不需要立法院同意嘛。所以，那你这个倒什么意思？假如说像以前说我倒了以后重新任命这个行政院长，立法院要同意，那我可以说这是我不同意。没有啊，
你导什么东西？这根本是这个才是叫做不对称战争，你知道吗？这对什么称？根本不对称嘛，武器不对等嘛，而且实际上责任也不对等嘛，结果也不对等嘛，你干嘛上这个当？我倒了你，然后你叫我重选，又怎样？重选之后又怎样？有什么变化吗？没有变化。陈履安就是那个蒋仲林案子是蒋仲林这样讲好了哈，我不知道蒋仲林那一段，但我知道后来陈履安怎么当国防部长，就说李登辉、郝柏村有不同的意见，后来李登辉就跟郝柏村讲，你提几个人上来，我勾。郝柏村提了5个人上去，李登辉勾了陈履安，就陈履安就是我这行政院长，我这5个是我能够接受的，我推荐的。那但是最后的决定还是总统做，所以还是有个妥协啦，对不对？最后总统做，所以就没话讲。我挑陈履安，你这么多人，我就要陈履安啦。所以陈履安后来给他提名做这个监察院长，表示跟李登辉关系还不错哦。但是呢，陈履安就是这样产生的。总统那个时候因为行政院长还有立法院同意哦，所以行政院还是有间接的民意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协调一下嘛。这个人总是你总统喜欢，他在行政院参加我的院会啊，是我的部属啊，所以我也要同意啊。所以2个人都同意。而且这个例子证明的是，这是附属权是行政院长对总统的一个制衡权利，不是对立法院的，是对立法院的嘛，这是宪法嘛。对了，本来今天我看杨永明写一篇也是，当时修宪的时候就应该把立法院的对行政院的同意权，包括行政长副权一起都拿掉，但是拿了一半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讲没错，你们就一起还。当时一起拿掉还对。好，立法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临时提案，要请监察院弹劾卓荣泰，不附属，监察院弹劾。那卓荣泰说，只要循宪政机制，我愿意面对监察院现在就是民进党掌控，送去我看也没什么用。不过就是该做的做按照程序走了行政院提4不该反击在野党，说赶快审总预算。第一个呢，这个不应该其他宪政机关的权利被侵害；第二个，不该瘫痪宪法法庭不应该侵害行政权；第二个呢，这个不应该违宪要求总统到立法院备询那另外呢，他们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来报告，那潘孟安不去，翁小玲说你是藐视国会，是渎职那另外呢，总统府说叫我们去干嘛？不附属的责任是行政院啊。赖清德昨天不是自己还发函给立法院吗？说为什么这个行政院不附属？那现在说不附属是行政院，跟我们总统府无关，所以我们秘书长不去就反正唱双簧了那另外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所以这是为什么潘孟安不到立法院去报告那说呢，这个行政院长不能打脸总统那个时候宪法法庭没瘫痪，讲过，但是呢，现在宪法法庭瘫痪了，所以当时讲的话不算了就这个意思而且潘孟安说，马英九是有5次行政院秘书长也没有去马英九有4次蔡英文有5次陈水扁有15次这为什么总统秘书长要去？除非你们讨论我们预算，我们才去否则我们不去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不是总统府对立法院负责所以呢，这个联合报是说潘孟安不出席是打脸谁到底打脸谁？你们搞清楚黄国昌预告说要对赖清德提弹劾，不过今天委员会也通过了嘛那民进党党团酸说你们不敢面对解散国会，怕重选团灭。不是，是重选后没有意识嘛？我重选有这个道理重选了半天，他们当选了，去年当选，去年1月10号当选，今年罢免，明年再重选，重选以后你再罢免，干嘛每年搞一次选民也不堪其扰我们看一下。委员，请你更正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是，这里是国会殿堂，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不满总统被扣帽，偶像是独裁者希特勒，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拉高分贝反击。元首永远是对的，谁说的？赖清德最爱的，希特勒说的。表决多数赢不算数你不是赖总统的发言人，你不要讲他的法律不算数你不是赖总统的发言人，还是你想要当赖总统的发言人，我也可以跟他推荐。赖卓不附属财划法向蓝白开战，赵伟、翁小玲排专案报告，张敦涵明显有备而来，但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没出席。你们为什么那么怕讨论呢？
我没有怕讨论了，等下就来讨论了。对啊，问题是去讨论之前怎么可以先通过结论呢？审发会开枪，翁小玲会议程序有问题，蓝白还是挟人数优势提出谴责潘孟安。总统府前一晚就回应，依宪法规定，对立法院负责的宪政机关是行政院，府秘书长只有在审年度预算和审总统府的主管法才会列席备询。那么他虽然有来函说他依据宪政惯例他不出席。我想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基本上就是权力的去受到监督。那么行政权本来就应该要向立法权负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6号曾密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还有党团总召傅昆萁密谋如何反制赖卓，而黄国昌率先出招，在委员会上提案弹劾卓揆。台湾民众党党团，我们会正式在院会提出弹劾案，也就是赖清德必须要列席说明，只证明了他不敢面对，当不信任案通过后，可能民众党会团灭。蓝白做好长期抗战，要把赖政府的所作所为诉诸全民。洪伟，那个今天我们排专案报告，然后你看那个张敦涵，反正就是有备而来这边找人吵架，但是呢，事实上就是理不直气不壮。尤其他讲到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好熟悉的一句话？当时就是在大罢免的时候，赖清德所讲的。所以张敦涵今天等于说捡了这个赖清德的口水，可是他应该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罢免32-0，大罢免大失败。那现在他还在讲说要让我们审总预算，那但是问题是，明年度的总预算是一个违法的总预算，他现在说不附属他自己说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不能附属什么有这个违反宪政啊，或者让这个国家可能损害到没有办法恢复的程度。可是不要忘记因为包含我们所提出来的对现役军人的加薪这也是通过立法，不但通过立法，而且行政院长自己有附属。而且也经过总统公告实施，但是问题是，卓内阁不编列预算。另外呢，就是警消的人事条例，对于退休警消人士的所得替代率，这个案子也是经立法院通过，而且呢，也是行政院长附属以及总统公告实施。所以，请问一下，这两个法律，你都已经附属，也已经公告实施，那你为什么可以不编列预算？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面对明年的总预算，明明有2个法定预算，它应编列而没有编列，所以我们今天是审什么？我们审一个违法的预算吗？我想在立法权来说的话，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则。所以你今天什么叫为因，什么叫为果？因是谁，果是谁？如果你今天总预算把你已经总统公告实施的法律把预算编进去，请问有什么问题？如果我们对现役军人加薪是让我们国家会到危害到无法恢复的程度吗？你不是太扯吗？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整个的这个宪政危机，我觉得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赖清德总统。因为我觉得现在是中华民国这个宪政史上的第一次，像本来他们把想当救生圈一样，说哎呀，这不是第一次不附属啊，说这个当年的郝柏村院长郝贝贝也是如此啊，可是已经被戳破啦。那个王金平院长已经还原当年的历史，根本没有不附属这件事情，所以你们创下了一个中华民国宪政上的第一个恶例，而且也是你今天放诸四海这样的民主社会，这个民主法治国家，没有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是这样子搞的，所以我必须要讲，就说你今天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僵局，让国家那么混乱，让社会那么对立，大家会觉得说，这好像又回复到大罢免的前夕，有没有？非常像啊。就是一副今天这个总统非要跟这个朝野一定要对立对干到一个就是大家势不两立的程度。可是你想想看，国事如麻，就如同大家讲的，今年才经历过一次大罢免，现在你又讲说倒戈啊，然后现在那个民进党党团还讲说，哎呀，你们不敢选啦，你们怕团灭。
请问一下，这是一个执政党的格局吗？这是一个国家元首的高度吗？当你要朝野和谐、朝野协商、愿济协商，或者你在高喊国家团结的时候，但是你的态度是大罢免不成，接下来要再搞一次这个大重选，请问一下，你们到底要把国家糟蹋、内耗到什么程度？那美妮。今天在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哦，为什么会去请这个潘孟安来哦？因为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其实去年的时候啊，年底我们3读这个财划法通过的时候，那他跟这个庄瑞雄有一场这个质询哦，那当时他讲哦，他公开的答询哦，潘孟安他说哦，总统不会不公布法律，行政院也不会不附属哦，不然这是打脸总统，会造成宪政危机，就是因为他当时这样说哦，那当时在这个质询的这个庄瑞雄，事实上他也是个法律人嘛哦，那他当时怎么讲？他说哈，行政院长的附属权不是阻碍国会立法的一个机制，所以行政院长到最后不得不附属，这是当时他们2个质询的一个状态。好，那今天为什么要请他来？他现在是总统府的秘书长，当今天赖清德1意孤行，这个不附属就是他叫自己的行政院长说，哎呀，你来这个不附属我好了，还沾沾自喜说自己的行政院长不附属这个他公布的法令哦，然后他还觉得说做得好做得棒，怎么会有总统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只能说毁宪乱政，莫此为甚啊！哦，所以今天哦，潘孟安不敢来，他为什么不敢来？今天那个小林刚刚讲说他是藐视国会，我要讲哦，他不敢面对在野党的委员，他不敢面对人民，不敢面对他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不敢面对是自己了哦。所以我想，除了过去哦他们有这样讲之外，刚刚其实我们都有提到嘛，不管是民进党的最后一个良心2个好了啦，因为嘉瑜在现场哦，这个王世坚也好，或者是我们柯建铭、林濁水都讲了，这个不附属，大家都有各种讲法，这是不对不应该的哦。但是呢，赖清德呢，我们大家现在讲他清德宗，看起来真的是想要称王称帝，因为我们觉得他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哦，其实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让国家走向一个动乱。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大罢免哦，我们付出多少代价？不是我们这些重选的委员呢，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被撕裂，然后呢，整个这个人民之间哦那种对立，你知道要多久？旧伤还没有恢复，新伤又要开始哦。然后我最后再讲一个哦。左荣泰他说他市井说，哎呀，这个现在有2000亿的新兴计划，恐怕会受到这个什么我们预算现在没有审的影响啊。各位有没有觉得又很耳熟很熟悉啊？在大罢免的时候，他们又讲说啊，这个长照预算会没有了啦，年轻人的租屋补助会没有了啦，然后育儿基金会没有啦。可是事实上后来呢，在这个质询的时候，他在讲不是口误啦，就是根本就是造谣啊。所以呢，我想其实国家真的需要安定啦。我觉得民进党也不要太幼稚了，所以刚刚赵哥说不要上当，赵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去上这种当，太幼稚了。现在动不动是像好像他们那个跳了一个舞啊，什么来呀来呀罢免还是什么，现在怎么样？现在说来呀来呀来倒阁，对不起，我们没有那么笨，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国家再一次的动荡跟撕裂。我真的诚恳的奉劝民进党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你今天执政的诚实还是最好的政策，不要搞一些这个543，不要讲来讲去到最后的自己被自己戳破了那是自己丢脸了。来，叶律师，我觉得其实要想到一件事停止法律执行的权利有没有？有的是在宪法诉讼法，是由宪法法庭来行使。那民进党现在就会讲说，是你去杯葛人事案啊，所以没有大法官，所以责任在蓝白，不是人事权是由立法院跟总统共享，总统有提名权，立法院有同意权，所以总统没有权利要求立法院接受他提名的人选。有一个东西啦，我国宪法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东西，对不起，还是大清德宗光绪的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好，总揽君上的大权就是总揽司法权，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由君上委任。对不起，那是117年前的宪法大纲。中华民国宪法不是这样规定的，我可不可以拜托赖总统，你不要再硬凹了？你可不可以跟蓝白协商，在野党就是国会的多数代表人民协商，提出在野党可以接受的大法官人选，这样宪法法庭就不会停摆。宪法法庭停摆不是因为蓝白杯葛，是因为你不愿意跟在野党多数的民意协商。休息一下再回来。
高虹安今天重返新竹市政府，说我回来了，人生被迫按下1年4个月是吧？5个月的暂停键啊。高虹安说，当时大罢免，新竹到处都挂，他是台湾犯要把他罢免掉，结果选民也没有罢免他，选民否决了哈。但是呢，被讲是贪污犯啊，其实是压力很重的了哈。那高虹安说，贪污标签太沉重啊。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诬告案哦，那会不会因为诬告案被解职？高虹安说，反正按照法律的程序依法进行啊。那另外呢，国民党有4-3议说现任优先，那因为高虹安是现任嘛，已经复职了嘛，他说他会先拜会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主席啊。那另外呢，嘉义市啊，因为他们原来要罢免王美惠啊，所以呢说联署有问题啊，检调大做这么久了以后，其实他们都大失败了，还去搜索嘉义市党部啊，然后呢这个传13个人到案说明，另外呢除了党部以外，党工及亲友住家11处都被搜索了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不应该制造寒蝉效应，破坏社会对司法的信任。我们看一下。大批支持者跟官员在新竹市政府门口列队，热情欢迎新竹市长高虹安回归。谢谢大家，我回来了。致辞一度哽咽，毕竟这1年5个月的时间真的很难熬。我想这1年多的时间，对于忙碌的大家来说，好像一眨眼就过去了。但是对于我一个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漫长的像是过了一个世代一样。高虹安助理费案2审大逆转，贪污改判无罪，让他终于有勇气跟家人报平安。是我的家人们一边要担心我，但是一边又要撑住我、接住我这一些不安的情绪。回归市政，高虹安马上就启动市政行程，出席消防形象阅历记者会，转换一下情绪。但谈到这段期间被贴上的贪污标签，心情还是很沉重。罢免方其实将贪污高虹安是贪污犯这几个字，其实大大的印在了新竹市各个街头的看板当中。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沉重的标签，我想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尤其又是公众人物。柯文哲主席，也要加油。那身心的部分都希望能够保持，就是能够比较身心健康状态。而外界关注2026选举动向，国民党释出善意，礼让高虹安争取连任。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后续的规划，也许是先跟2个党的主席先拜会完成之后，会再有比较详尽的一个决定来跟大家说明。人生经历大起大落，高虹安满血复活，但高检署严议上诉，官司战恐怕还没结束。嘉宇。其实高虹安这个助理费案，大家如果仔细回想，是国民党的林根人去检举的。那当然，这整个过程对高虹安来讲，确实是经历了一番波折。可是这个官司路看起来也还没有结束，因为高检署势必是会上诉。那再加上这个之前因为论文跟翁达瑞之间的诬告案，那现在2审其实也是判刑6个月，只是现在上诉3审。所以这个解职之后呢，虽然这个内政部昨天收到这个高虹安申请复职，马上1天内就立刻回复，可是后续可能还会再继续面临这个关于诬告是否被解职等等的问题。那关于高虹安2026能不能选新竹市长，这个是确定的。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在上诉或者是诬告案如何都不会影响他2026参选的资格，所以这部分是确定的。可是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那高虹安到底是要挂哪一党的党籍？因为高虹安其实他被这个助理费案之后呢，他就自己自动申请退出民众党。那当然，民众党这边也有邀请高虹安能够立刻回到民众党嘛。可是目前高虹安对外的说法是这个目前就是一切都还等待未来看怎么样，以市政为优先，所以并没有松口。那国民党的态度当然他们是愿意礼让，只是对于高虹安来讲，现在用哪一个身份来参选是比较适合，或者是要不要挂党籍等等，这个还是都是未知数。而且在参选的过程中，同样这个官司的问题也会不断的缠绕着高虹安所以对于高虹安未来的政治路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变数。那个徐普好了，民众党。好，刚才看虹安的这个影片，当然很感慨，因为其实也不止这1年多的时间，应该从2022年他开始在选举的时候，大家记得2022年选举新竹市
本来大家不会去这么关注到变成全国焦点的地方哦，打到高虹安北一女学历是假的，大学学历是假的，研究所学历是假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人身攻击抹灭。然后到上任之后，这个助理费案的确很煎熬，因为在宣判的那一天，我跟我们的秘书长其实是到高院去当场去听庭的。虽然我不是当事人哦，但是那个感觉就是法官的嘴巴说出来的之前，你不知道是政治死刑呢，还是浴火重生？这就是一个对一个政治人物这么大的一个审判，那么样的一个煎熬。当然，他现在撑过来了，的确，接下来一定还会有3审的这个相关的状况。不过，我了解的高虹安，他是现在就是立即的回归到市政，他现在就是说他空白了1年半的时间，他希望赶快的利用这个剩有的任期，把市政做出成绩来。然后我也听到高虹安其实他去讲说，虽然他的案子暂时看起来2审还他一个公道了，那他也特别讲到同一天出庭的柯文哲，他说他理解柯文哲的煎熬，要撑住，要保持身心健康。因为为什么？他说以他自己的助理费案遮掉这个高虹安3个字，会怎么判呢？会怎么判呢？大家能不能把这个政治的眼光拿走？同样对柯文哲来讲也是遮掉柯文哲这3个字。当所有的公务员去出庭的时候，都说这个案子是合法的。当内政部函释给监察院，一开始的时候也说是合法的。当台北市，尤其是蒋市府函释给监察院，也说是合法的。为什么现在加了柯文哲这3个字，会变成说是违法的？难道他是因为台湾民众党主席？难道他是因为让赖清德只能拿到40%的少数总统？难道他是因为让赖清德不能让年轻的票变成净蓝，所以现在他有罪？所以我觉得高虹安的感受，为什么会感受到柯文哲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感同身受。在最后讲到佳瑜刚才讲的担心说，是哪一个党籍？其实真的不用太过担心了。第一时间在之前都已经跟虹安市长这边都已经沟通了，也谢谢国民党这边也释出了非常强大的善意，就是说一样是现任优先。所以高市长他现在当然要抓紧时间，先做出市政的成绩。那至于恢复党籍的后续的事情，我们都有在保持联系。好，我觉得是这样哈，因为其实你去看高院的新闻稿哈，他说检察官自己起诉说高虹安其实 A 来的钱是116514。好，其实用这个金额去起诉一个市长，当初是立委了哈，大家就已经觉得有点满头都是问号了哈。那高院就说，那你好啦，就说我从检察官起诉的116514好了，那我去看高虹安自己还有聘公费助理，另外还付了大概9万多、10万多，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私聘的助理6万多，这加起来已经有16、17万的钱哦，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检察官起诉的116514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从头一开始，检察官到底起诉的时候有没有好好尽调查的义务，甚至原来地院到底在审理什么，我其实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啦哈。那所以高市长复职当然是一件好事。那讲到他的诬告官司，我觉得也很莫名其妙，因为高虹安他是有一个博士论文，然后呢，这个有陈时奋教授说你的论文是抄袭。好，那他的学校已经说了他的论文没有抄袭问题，他在这样的认知底下去告陈时奋有诽谤等等的，最后好了，就算无罪，说是对公众人物的检验要受到比较高言论自由保障，所以无罪好了。那反过来告他诬告怎么会成立呢？好，就是说你诬告必须是明知道说我所告的是法律上根本不可能成立犯罪之事，才有可能构成诬告嘛。那今天高虹安认为我的论文没有抄袭，他的学校也没有认为他论文抄袭而剥夺他的博士学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提告，怎么会构成诬告？我甚至上2审定罪了，虽然说不重，那我其实都觉得，我其实常常有时候觉得说，现在到底这个法官念的法律跟我们念的法律到底是不是同一本法典呢？我实在是很好奇。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彰化民进党彰化县的这个类初选，什么叫类初选？就是还没有真的办初选，先做个民调，大家自己看看谁强谁弱，弱的就自己退出吧，不要在这个公开这个宣布这个所谓初选啊。那陈树业说是第一啦，那邱建福说他们都赢了谢依凤，因为谢依凤是国民党呼声比较高的，不过也没宣布要参选哈。陈树凤44比24，黄秀芳是42比25，那邱建福是42比25。林世前是40比2，其实如果按照对比是，其实都蛮接近的。但除了对比，还有互比，他们自己还要互比啊。
那新潮立委陈树业剩2%，所以那这2%到底是不是就要提名他呢？就看其他候选人同不同意，而且一次一次做又可能不一样啊！真的正式做的时候，可能还要造势啊等等又不太一样哈。那所以呢，这个民调小赢，但是呢，陈树业希望中央尊重民意，既然我赢2%就是我啦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内战进入深水区，因为很多地方民进党认为说，当然你初选总要过第一关，初选不提名你，其他不用谈了嘛。所以进入深水区哈，尤其台南、高雄。派系也在角力，基层也在动员，哇，杀红了眼哈。那陈亭妃说：“我一直都赢啊。”有周刊说操弄民调，谁操弄民调呢？林俊宪说民调陈亭妃是靠蓝的来撑他。那昨天我一讲，我还是不懂啊。民调做出来是谢龙介原来赢林俊宪，输陈亭妃，但现在最近说林俊宪赢谢龙介一点点，但是对谢龙介来讲，林俊宪还是最好打的这个对手嘛。陈亭妃很难打，那如果说是蓝营做民调，如果希望谢龙介赢，那当然是让林俊宪高一点啊，让陈亭妃低一点啊。那蓝干嘛去支持陈亭妃？这也很奇怪啊。那林俊宪就说陈亭妃民调高是因为蓝营在撑他啊。那另外呢，好，那么高雄邱议员、赖瑞隆都在抢人，陈吉仲到凤山说呢，感谢赖瑞隆挺渔业3法。所以显然，虽然都抢人，但是陈吉仲显然是挺赖瑞隆，因为据说赖瑞隆是这个赖清德比较主义的人选哈。那但是邱莹民调低，一定出现吗？林岱樺原来是最高民调的，他说这数据是矛盾的，大家用来做造势的工具而已啦。我们看一下。2026大选将至，民进党在彰化县究竟由谁代表出战？立委黄素芳、陈素月、彰化市长林世贤以及前彰化市长邱建富，这4人都有意争取。而民进党这一次是采类初选的方式，要以民调作为提名参考。陈素月也在选前自行举办造势活动，希望县民能够支持。就在17号下午，结果出炉了。民进党选队会邀请这4人到党部看民调的结果。陈素月会后满脸笑容。那素月是领先其他3位党内的同志。那素月在这边先感谢素月的团队以及所有支持的乡亲好朋友。陈素月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最终提名人选还是要等到下周绿营选队会开会决议主席提名才能算数。而这一次民调过程，绿营也把对手谢依凤纳入选项。邱建富透露，4位绿营候选人都完胜谢依凤，但闯过党内初选只是第一步，能否整合党内力量，在明年县长选战中胜出，才是绿营接下来真正的考验。赖佳宇。选举民调本来就是高高低低哦。你看这个高雄市长选举，从一开始大家觉得林岱樺呼声很高，但是后来又变成赖瑞隆，然后后来又变成邱意莹哦，所以这个其实变化真的会非常的大。所以现在赢也不代表会赢到最后哦，这中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勤跑基层，然后争取选民的支持。所以我相信台南、高雄对于民进党的候选人来讲，在明年1月18号正式公布之前，现在这些民调大家也都是这个听听就好哦。正式这个公布之前，我觉得都还有很多的变数。那当然，正式选举之前又有更多的变数哦，也不代表说我们现在民调赢就能够赢到最后，因为毕竟这个1年的事情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变化。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讲哦，从这个2026到2028这中间哦，经过大罢免之后，当然我觉得如何去重新跟社会对话，然后如何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我们执政哦，真的是站在民众的立场，能够为民众做更多事情，这个才是能够取得民心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觉得这个2026民进党还是真的要小心。来，徐补。好，我想跟这个台南市长的现在要争取提名的林俊宪讲一句话哦。加油！大家都在帮你啊，大家都在帮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的台南副主委党代表最近去看到在台南的春风垒球场，那应该是公家认养的这个球场，挂满了林俊宪电话民调唯一支持林俊宪，这是公家的球场。然后去检举之后，隔天真的把这个看板都拆掉了。但是再隔一天，他没想到再隔一天再去又挂回去了。
背景非常的硬，所以你看的台南是总动员在帮林俊宪哦，而且刚才林俊宪讲说，这个好像说民调啊，好像都是国民党在帮陈亭妃，真的不是这样。我观察的，不管是亲蓝的粉专，不管是亲民众党的粉专，现在都在交战守则，教大家电话民调唯一支持林俊宪。唯一支持林俊宪，所以林俊宪在党内初选民调，大家都在帮忙。最后我要讲一个，最近还有流传一个，林俊宪在过去担任民进党发言人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个，我觉得对台南市政也很有帮助。他讲财划法应该要修法，应该要让地方在掌握更多的分配权，应该让地方政府有更多空间参与这个财划法的修法跟财政的分配。林俊宪现在要打出这个，他相信可以突破同温层，非赖选民也会投他。来美玲。彰化其实是6都以外人口最多的地方了那过去彰化有一个所谓的魔咒也好，或者惯例也好，就是说国民党做2任，然后民进党1任。那所以呢，大家都想要打破这个魔咒，所以蓝绿在这一局当中恐怕都会用尽全力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民调也好，类民调也好，我觉得至于民进党最准的一家民调公司是哪一家，你知道吗？赖清德民调公司他觉得谁好，他心里想谁，属意谁，他就用各种方式去他的人出现嘛。所以其实这次当然这是民党的家务事了不过可以看到，不管是彰化也好，或者是这个台南或高雄，哇，那真的是民党这个初选杀到刀刀见骨。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彰化的民调说，不管任何一个人都赢谢依凤，有没有觉得这个民调在哪里好像看过？高雄那时候不是说吗？任何人出来通通赢柯志恩，但是是一个奇奇怪怪不知道哪里来的民调机构所以我想他们一方面现在这个内斗打得很厉害，但二方面也不忘在这个当中去踩一下这个国民党一脚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走好自己的脚步，赶快把我们的候选人推出来，然后可以开始这个上战场比较重要。安轩。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台南跟高雄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呢，不只是说到底他们初选谁输啦，我觉得重点在于说呢，这个赖清德，这等于是赖清德的期中考。到目前为止的话，你看他现在都用那么多的一些行政资源，然后做了那么多一些毁宪乱政的事情，是相当程度的。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倒戈成功，换来一个解散国会的选举，他可能就要寄望这个2026年。但2026年看得出来，民进党内其实翻得很厉害。所以如果说他这个选得不好的话，坦白说，他可能必须要持续当主席。所以呢，对他来讲的话呢，接下来会不会连2028年的连任之路都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这对赖清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可能会接下来会用更多我觉得想象不到的极端手段。我觉得这点是要特别注意的。但是我觉得他也反映出来，赖清德在民进党内，我们刚刚也讲到了，他连便当会里面大家都不愿意讲话，不见得不愿意讲话是代表支持他，而是说大家对于这个赖清德敢怒不敢言。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是呢，大家刚才讲高虹安，不要忘记了，我觉得高虹安这个案子我觉得前后2个判决落差太大一个叫做这个什么袭击恶劣什么7年多，一下突然之间呢变成6个月。如果说相关的公费的国会助理的案子起风了，开始有这个风向转了，林岱樺也是国会助理的案子。所以他对于这个高雄来说的话，会不会突然之间他的声势有这个机会重新再逆转？因为明显过去这段时间很多的司法看起来都为绿营所用，而且是为绿营主流的高层所用。所以呢，不管是对外斗争、对内斗争，都是靠司法。但如果说今天从高虹安的例子，你可以看得出来，似乎开始。我觉得有一点点在松动了，有一点呢不是像月亮初一15都很不一样了，但是有一个一致性的时候，这个对于高雄的选情，或者对于台湾的司法，在选举当中，在政治当中扮演的一些呢为虎作伥的角色，是不是可以稍微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局面？我觉得蛮值得观察的。叶律师，为什么台湾的法院法官判决会那么大的差别人家说不管怎么样，到法院就要你该拜的佛，该拜的上帝，什么祷告，反正随便了。请你的上苍保佑你，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会怎样，落差太大。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司法的本质啦，就是说你今天法院每个法官依照他的自由心证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好，所以我们1审跟2审又都是事实审。好，所以有的时候是1审有些证据没有提出来，有的人故意到2审再提出来，那1审没有看到这个证据，当然本来1审2审的结果就不一样。那而且本来1审就是比较年轻的法官，我现在活到50几岁，我就发现其实我们20几岁有时候看事情比较冲动。好，那20几岁的人刚考上司法官，马上就当法官了，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自己的政治激情或其他所有的事情去影响。好，然后他的判决可能就判准会比较浮动。
好，那到了高院，理论上应该会是比较保守、比较稳重，因为高院的法官他关心的是我的判决到了最高法院会不会被发回，他就会比较去看说最高法院对于这样的案件，他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好，所以高院去废弃地方法院判决的是常见的啦。那所以每个判决中间不一样，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好。但是如果我们长期看到一个定律是，只要涉及到政治的案件，法院就不一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比较危险。好，那其实像我们做行政诉讼的人，我们就会比较感慨，就行政诉讼本来败诉率就非常高，因为你是人民去告政府，败诉率本来就非常高。然后如果又是政治案件，几乎都赢不了，那我觉得人民告官都不会赢，那实在是很糟糕。同伟，其实我觉得助理费这件事情啊，确实我觉得这个院检之间的见解事实上是很不一样，因为过去有太多的案例了。那不要说什么初一十五不一样，还有可能碰到不同的政党都不一样。比如说像高虹安这个助理费啊，那么我们一直在讲，因为他其实是沿用之前的就是前那个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的，可是李俊毅这个案子呢，有没有人去告？